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亚索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面啊，我们看他那个一刀流的亚索了，不给大家看太多星之钢亚索啊。虽然后面2局都是星之钢亚索，但是还是得学一些能上分的啊，别老学那种娱乐玩法。第2把你就可以看到，虽然他出那套出装很猛，但也不是说一定是能赢的啊，也是会输的。打吸血鬼啊，前期学 E 啊 ，E 上来 A 一下 ，E 过来再 A 一下 ，E 一下 A 一下，再 E 技能拉开。这里的话，等这个兵线残了。看他过不过来，不过来那就 A 掉就行了，控好线就行了。这边的话，他有意识的在那里控兵线啊，让这边兵线是个回推线。EAQ EA， 这里的话没有带疾跑啊，没有带点燃，有点燃的话其实能杀了。他没有学这个血池啊 ，E 过来 EQA， 这里的话学了2级 Q 啊，因为你学 W 对吸血鬼来说是没有效果的，他的技能是怎么样都能印证的啊，这样子杀完了啊，但是对方是这个打野 VN 还是塔杀，可以也行吧，只能说不亏。但这波维恩还是立了功的。反正说实话，这一局你就能看到你们平时排到的队友是什么样子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些账号真的是机制号，我那个小号很明显也是机制号。我跟你说，EQ。E 过来一个 EQ， 但吹起来了，接一手大招，再等一手，嘿，但是对方就是不交闪，对面应该是杰来了，对面的是杰打野的，这里风墙躲掉他的Q 伤害。一个 Q， 反应慢了。哦，应该是 Q 的 CD 没好，刚刚自己 E 早了，就 E 闪完以后，发现自己 Q 技能还在 CD， 吃个果子啊，补个状态。吹起来，但不能接大，这波接大进去应该是要送的。QA 啊 ，QE 过来，哇，对方直接大招起手 ，W 躲掉他的3段 Q。哎呦，他这里还有影子，哦，大招留下来的影子 ，EQ 接大招，但大嘴来了，差一点点血，有点可惜。劫的人头啊，那有点那就有点难受了。如果是大嘴的人头，其实问题不大的。但就是一刀流的亚索一定是要带疾跑的，不带疾跑的话玩不了这一刀流。回去家里把西兰刀给做出来。
这里 QA 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有了这个叫什么西兰刀以后的那个输出啊，就完全是质变，但也要看运气啊，因为你没打出暴击的话，伤害其实并不是很理想，但打出暴击以后就很舒服。塔皮全部入账，然后回家。哎，有护盾的，完全不怕。就是你在回城的过程中啊，只要不是血量受到伤害，如果是有护盾啊或者什么的话，是完全不影响回城的。维恩打野啊，哦，我说没有轮椅英雄，应该不应该这么说。哎，发育起来的维恩就是轮子英雄，我跟你说。这里开疾跑过来接个大招，这边的话来1打2吗？对方伤害有点高啊。维恩来了，这里稍微躲一下，不要吃太多伤害啊！维恩直接死了。维恩的话太贪平 A 了，他就硬要贪那一下平 A， 他其实不用贪的话。他不贪那平 A 完全是可以躲掉后续就是剑魔的那个，他不一定要吃满杀，他第一下应该会吃到，第二下如果他利用 Q 就能往后滚，对吧？他是吃不到剑魔这个后面2段 Q 的伤害的，甚至他最后一下你就算硬吃，对吧？你不交 Q， 你吃了第2下、第3下你往后走的话都不会，除非对方有闪现，那你没办法。不过亚索1刀流亚索确实脆了一些，所以就保证自己啊不要太脆，保证自己的血量。现在亚索的话是伤害能完全1套秒一个人的，像这个结合那个剑魔的话是能杀这个亚索的，所以不要去招惹他，先不要太着急去招惹。哦，别人的话被抓死了。像1刀流亚索的话，一定要多叠收集者。就黑暗收割的话，打残了还好，那你收集者你是必须得斩杀人头，比黑暗收割难叠多了。哦，2个残血，要开疾跑吗？啊，对方不走。那直接开疾跑了，可惜啊，露露走了，没关系，能叠1层也是赚。EQ 接大招，哎，这局伤害太高了。现在好像是出现，在这里面有讲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亚索绝后哥有说过，因为他这个号啊，就是也是纯机制号，然后前面也是大连胜了就是前面是一直大连胜的，然后呢，胜率也不是很高。现在好像 ELO 机制不看你的胜率，我跟你说 ，ELO 机制跟我那天判断的有可能真的是对的，就是他可能会判断你的
KDA 超过4.0或者5.0的，它就会大概率给你安排机制局，所以有可能你的 KDA 得差一些，除非你已经上到，就是说赛季前你已经上去了，然后那时候全是高手的时候已经上去了，然后打巅峰赛的话，这里的话是纯在装，然后就是你上去巅峰赛了，那就不怎么影响，就还好。但巅峰赛也有可能会排到，但几率肯定是比那种主排在分段低的正常一些。这里啊，看一眼啊，除了这个辅助，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说，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3个坑，然后我是那个辅助，或者说我是其中的其他位置，然后另外一个也稍微好正常一点，但是要2大3，然后队友还猛送。这 VN 就是这种走上去 A 的射手，就我遇到射手全是这样子，变态吧？我靠！巨变态！如果我跟我朋友组牌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双人路，或者说2个位置要打出全队的伤害，对，就是那种包得带飞那种。这 EO 机制越来越严重了。还是要。就是你如果说遇到这种坑的话，你就必须得遇到这种机制局你如果想赢，那你就必须得走自己的那个路子，就是得自己的节奏来走。这里差300啊。草里猫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人过来。对面的剑魔果然往这边靠了。这里没有眼的，等一手大嘴啊，应该大嘴会往这边靠。那队友怎么又过来了呀？那直接回家了，是吧？好烦啊，这种队友。在前面蹲了等于白蹲，你知道吧？那就只能吃自家野怪了，回去大穿甲做出来。4件套的话，亚索就是真正开始发力了，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木刃。就第一时间没秒掉的话，对于亚索来说，第2时间就会很危险，就是会被对面反控制啊，或者说反手打死。这里 EQ。没有吹起来，接不了大招。猫一会儿，应该不知道。被 A 了个炸弹果实，可以说红 buff 烧死了。这里 Q 也没吹起来，吹起来的话可以接手大招。对面杰已经在绕后啊，就想要先秒掉这个亚索。对面也杰着以后应该也是知道，只要秒掉这个亚索就可以稳稳的打了。哦，这里 EQ 没拉到，反倒是吃了对方的 Q， 伤害好痛。这样的话，盖伦来扛了的话，就可以打这条龙，把龙给收到。但一刀有亚索确实看起来挺猛的。
来了，但队友都掉了，有点危险，还是过来利用线上啊！你不然的话，你在野区你没有地方 E 技能就是废的。要么就是人一堆，要么就在塔里面啊，根本就找不到那种机会。对方也是很聪明啊，亚索这个英雄是吧？伤害就是太爆了，看到没有？上来一个推推棒接 Q 啊，就收掉了。但这波得走。哎，这里面有讲到过，就是说主播啊，就什么的，就是这个主播有讲到，就是说休息久了，就突然有一点点感觉，就感觉直播也是没什么必要。其实就是会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当你就是休息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去想，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就不像一直工作的时候，就说啊，我以后要怎样怎样，我以后一定要赚到多少钱，什么什么的。就你躺平久了以后，就休息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去探寻啊，说也不是那种一直躺平，就是说完全不工作，而是会去考虑啊，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哦，这里这个杰上来就给，差一点就把这个秒了。哎，你看杰也挺变态的吧？就第一时间，因为那个吸燃烧的被动啊，没有，就是吸燃刀的被动是一定要使用技能以后啊，才能让有个强化平 A。如果当时是有的话，这个杰应该可以当下直接秒掉了，不过有点可惜就是了。来了，这边绕后啊，对方全是残血，可以收割一个E过来。A 掉，哎，就收掉一个，好可惜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打龙了。拿大龙的话，然后再去拿远古龙，可以直接一把直接拿下了。说实话，这局下来，一整局下来，队友才拿了11个人头。这里 EQ 上来了，有了远古龙，完全就是秒天秒地啊，法向天地啊，真的是，对面杰也是无力回天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啊，只能说没有太亮眼的地方，但也还好，保让我们学习一下他这套出装的方式啊，还有他的一个打法。那第一局的话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